今天是2022年3月21日。今天测看一下美国是否会直接参与俄乌的战争。带着这个问题，打开今天的天干地支。今天的天干地支是壬寅、癸卯、癸酉、己未，天干癸相连，地支卯酉相冲。今天是个阴谋诡计的日子，敌我双方都在更改自己的计划，目的是更有效、更残酷地消灭对方。但因为卯酉相冲，导致内部意见严重分歧，特别是彼此核心人物和力量的观点既然相反，且因为相反的观点而产生彼此争斗。这些争斗包括内部政变行动。内斗不断发生，并成为日后偏激行动的基础和动力之一。这些更凶狠计划的主要内容是加强水和金的力量，也就是说，只有水和金的强大，该计划的目标才能实现。水代表海水以及一切流动性东西。金代表钢铁和一切有坚硬物质组成的东西。此项说明，俄罗斯和美国双方都在拟定新的作战计划。俄罗斯的计划是要如何增加海上和地面力量，以便提高对乌克兰的打击力度，造成更大程度的破坏，让乌克兰没有喘息的机会和投降。但是这个计划在执行期间，因为内部意见分歧，包括因为分歧而导致的政变行动的影响，而没有达到预期目的。美国和北约的计划是如何通过海战和新式武器的投放，从而更大力度地消耗俄罗斯的实力，尽可能地减少乌克兰的人员伤亡和战斗力量的损失。美国增加力度的大小与俄罗斯下一步计划的攻击力度成正比。美国的内部分歧在于是跟随俄罗斯的进攻强度逐步增加遏制力度，还是实施更强有力的打击力量，迫使俄罗斯不得不减少对乌克兰的进攻，甚至崩溃俄罗斯的军事进攻力量和国家实力。双方的计划都包含新式武器和新式战斗方式，这些新式武器和新式战斗方式也都被内部的分歧而使得计划实施的顺利受到阻碍，从而没有达到计划中所强望和要求的力度。不同的是，俄罗斯是专制制度，所以会产生政变或者类似于政变的行动，而美国则不然。这里指的内部分歧和分裂也包括各自的盟友，比如德国或者中国。双方的计划都不同程度地伤害了盟友的利益，这也是计划没有达到预期效果的主要原因之一。卯酉相冲之间，从五行生克方面来看，主冲的是酉金，因为卯为木，酉为金，金克木占主动权，所以一般来说卯酉相冲木受伤多。金木相克，克必损。所以这也说明从今天起，人员伤亡和房屋损坏
坦克、车辆、舰船等损坏数量和程度都会加大。值得一提的是，双方作战计划中都加强了水面舰艇和水下潜艇的力度。水战不可避免，很快就会发生。由于卯酉冲克，卯一伤，所以俄罗斯的伤害会更大，损失也会更大。卯酉相冲还预示着这些天会有平民灾祸发生，比如发生飞机失事和海难事件等，伤亡惨重。以上是将今天的问题和今天的5行对应测算出结果。这个结果说明美国已经做好了直接出战的准备。如果这只是一个可能的因素而不足以确定结果的话，请看2022年2月23日下午5点51分左右在内华达州拍摄的照片。这一天的天干地支是壬寅，丁未，己酉。天干人相连，地支寅绵绵，丁火当令，丁人争合化为木，大木生大风，大风助大火。不用做细致的分析，就不难看出这是一个祸害不断、凶残不停、火烧天地的卦象。这样的卦象一旦出现，人类的战争就会发生。且因为大风助燃大火，所以这是一个以空战为主要手段的战争。世界最强空战能力为美国莫属。天象出在内华达州。内华达是美国空中军事力量的主要基地。综上2个主要测算结果，美军一定会直接出战。出战的范围和形式为空中打击为主，海中打击为辅。